8号下午，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舰圆满完成为期8天的首次航行试验任务，顺利返回江南造船厂码头。作为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舷号为18的福建舰首次海试有何亮点？来看看报道。 央视报道称，福建舰在首次试航期间完成动力及电力等系统设备的一系列测试，达到预期效果。下一步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试验工作。外界注意到，作为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的首次航行试验在时间上就创下最长纪录。 与此前辽宁舰和山东舰进行首次海试分别历时5天和6天相比，福建舰的首次海试长达8天。此前，外界预计采用电磁弹射、吨位更大、技术更先进的福建舰，测试科目或将更加全面复杂。从试验时间跟之前这个宣称的一些相关信息来看，主要是针对它的动力系统跟航行性能那么做一个。 相对比较初步的海试，从这个战舰的重心吨位我们说包括你像它的这个抗横摇纵摇的这些相关的能力复原性的设计上面，这些可能跟之前的辽宁舰还有山东舰还是有一些改变的。从动力系统那么来看，似乎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升级因为我们说中规吨位也有明显的提高超过8万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说要对它的动力系统进行一个全面的这种去进行一个验证。航行试验是航母正式列装服役前最后一个关键阶段。根据以往各国航母建造试验时间来看，航母海试一般为期1到2年，分多阶段逐步完成。而当新型航母研发成功时，海试周期可能会有所延长。 辽宁舰从海试到服役历时13个月，共进行了10次试验；而山东舰则历时19个月，进行了9次试验。外界预计，福建舰在完成全部海试后，还需与驱逐舰、护卫舰、远洋补给舰、潜艇等进行编队联合训练，最终才能交付部队。随着一些这种尖端技术的上舰，那么它可能还要更长一些，可能也会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进行战斗力。 完整战斗力形成之前的一系列的磨合，未来比如说一些新型的舰载机要上舰，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国产航母的进度继续的向前进，那么可能我们说在比如说这个福建舰上面也会有一些这个边用边训边升级这种情况。 作为继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之后，全球第2艘具备电磁弹射能力的航空母舰，福建舰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满载排水量超过8万吨，同时也是亚洲历史上最大的战舰。自2022年6月下水起，福建舰就备受外界关注。 有分析认为，福建舰一旦通过海试，不仅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3航母时代，也意味着中国海军航母可以在重要海域时刻保持1艘航母存在，显著提升海军作战能力。美国海军现在也在转向电磁弹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的舰载机的编队的这个我们说从尺寸、吨位、类型开始发生了变化，所以呢，我们说这种。 弯道超车对于中国航母舰载机编队的整个的这个谱系的进一步的完善，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现在有了第1艘这样的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之后，我们的整个航母的作战能力，我们的海军的远洋的作战能力，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几年之中，那么这种提升和进步的速度是一定可以保证的。 5月8号，由世界海关组织主办、海关总署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第6届全球 AEO 大会在深圳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商界、学界代表等1200余人参会，共同就如何进一步推动 AEO 国际互认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开展交流和研讨。 全球 AEO 大会是 AEO 领域最高级别的全球性会议。本届大会是首次在华举办，以发挥 AEO 制度优势，促进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贸易为主题，为期3天。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伊恩·桑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在今天全球贸易环境复杂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研究如何简化海关流程，还要增强供应链韧性，同时支持中小微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其中 AEO 制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So I think AEO facilitates that by ensuring that we have really good data and supply chains
so that way trusted traders can move their goods predictably and quickly into market.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AEO 企业作为海关最高信用等级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优化服务等一系列优惠管理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国际贸易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在中国海关的展台看到了许多智能化的检验检测设备，例如这台车底检查机器人，它只需10几秒就可以过一遍大货车的车底，检查是否有可疑的藏匿物品及人员，解决了此前海关官员需要人工钻到车底去检查的危险性和效率问题。近年来，中国海关的进出口吞吐量实现了逐年增长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和国家及地区居全球双第一。类似这样的智慧海关工具，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既能通得快，又能管得住。近2年 ，AEO 企业在华平均查验率仅为0.33%，为常规管理企业的1/5。中国海关帮助 AEO 企业完成优化办理类服务153万次，采用非侵入方式查验货物1.1万批次，连续6年，中国保持货物贸易第1大国地位。多位参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共建共享，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China is now one of the leaders of world economy in terms of trade, of course, in exports and in imports too. So, I mean, these type of programs and facilitation of trade, of course, will help China's diversifying its exports, managing its trade efficiently. Now the expectation is to have more and more harmonized solutions. So we had, for instance, a pilot project betwee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where we exchanged information on specific consignments. And if we achieve this,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focus our shift. 5月7号，中国拉丁美洲青年工作研讨会在中央团校举办，多国政党代表就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和中拉青年交往话题热烈交流。前来参会的古巴驻华大使是在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后首次接受采访，他通过深圳卫视向中国游客表达了欢迎。今年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第10年。在研讨会上，来自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委内瑞拉统社党青年团、秘鲁人民力量党青年团等多国政党代表，以及洪都拉斯、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驻华大使馆的代表与来自共青团中央团校的代表共同探讨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青年工作方法，分享各国有关青年工作的经验，探索有益中拉青年成长成才的道路。China and Nicaragua are now in their 3rd year since we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So in this relationship, young diplomats are giving it their all. They're learning quickly about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diplomacy, Chinese development. 古巴驻华大使白施德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主动谈到了该国对中国公民免签的最新政策。我们的人民是很热情、很开朗、好客，而且对中国具有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们希望，将来，中国和拉丁美洲，特别是新的一代，之间的友谊是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这是一辈子。中国青年也就可以和拉美青年共同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结成这样的强有力的纽带，共同为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贡献自己的青春的力量。